美联社的文章分析指出，全球超过75%的芯片生产来自亚洲。美国担心亚洲一旦事态紧张，美国用于军事装备和消费品的高端计算机芯片的供应会被切断，而韩国和日本一样，在半导体和电池等未来关键技术上保持优势。The critical component of how we'll do that, in my view, is by working with close partners who do share our values, like the Republic of Korea, to secure more of what we need from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bolster our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老拜登之行，路人皆知。拜登到亚洲来之前，他已经做过很多的舆论铺垫，特别是对于半导体产业如何围堵中国，他已经提出了多种策略和方针，而他的核心观点和重点将是放在韩国和日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拜登访问这个企业突出显示了他的实用主义。他知道非常重要的一点，抓住了三星，就抓住了半导体的核心，而抓住了半导体，他认为就抓住了遏制中国发展的命门。当然，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判断。去年，拜登政府就推出了一个数额达到540亿美元的重振半导体产业的方案，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改变美国芯片制造落后的局面。今年3月，他还提议与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其背后的意图就是利用这一组织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外。虽然美韩去年成立了韩美半导体合作伙伴对话机制，而且这次韩方也表示，两国今后将在半导体、动力电池等战略产业领域扩大相互投资，为稳定供应链开展合作。但有观察指出，韩国作为半导体强国，为了谋求产业的持续发展，与拥有多项原创技术的美国开展合作，结成半导体同盟也是在所难免。但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韩国恐怕不会轻易被美国忽悠。比如在组建芯片四方联盟问题上，韩国就曾表示出了拒绝的态度。要知道，中韩在半导体上紧密合作，中国大陆是无法忽视的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据市场调查机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贡献了全球半导体市场50%以上的销售额。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均在中国大陆设有工厂。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单一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27.1%，至1925亿美元，约合1.22万亿元，相当于每天花费超33亿元。事实上，不光因为市场，美国的自私与霸道也难以取信韩国。虽然口头上喊着合作，但就在去年9月，美国商务部还以提高芯片供应链透明度为由，要求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交出被视为商业机密的库存量、订单、销售记录等机密数据。美国不管他今天对你有多好，他明天一定会有其他的想法。一旦他认为你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将你抛弃，甚至用各种方法制裁你。所以对于韩国来讲，它只是作为美国这个供应链当中的服务商，一个配角。一旦他有想成为主角，取代美国的想法和动作的话，这会受到美国无情的打击和制裁，这个后果是可以预想到的。同时，另外一个是韩国不可忽视，包括美国在内，你的半导体生产出来，你卖给谁呀？你不卖给中国，中国是最大的买家。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此次访韩最后一项行程是与现代汽车集团董事长郑义宣的单独会面。郑义宣在会后宣布，到2025年，在机器人科学等未来新兴产业领域增加对美投资50亿美元，加上前一天公布的近5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现代汽车集团在拜登此次访问期间承诺对美投资逾100亿。美联社评论称，韩国公司在美国的重大投资反映了美韩借助两国长期的军事关系，建立起了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13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美国还想作为自己牵头一个新的框架，它可以制定规则，它可以制定各种先决条件，能够加以控制。而在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当中，这个日韩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成员，所以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和它原来所提的印太战略实际上是
相吻合的，一个是在军事上，一个是在经济上，两者相互支持和相互支撑。据韩国日报20号报道，当天尹锡悦被记者问及韩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将如何影响对华关系时，他回答：“不要将此看作零和游戏。”文章称，此番言论被外界解读为尹锡悦政府今后将继续维持和发展对华经济交流。截至20号，尹锡悦本人和总统室已经连续4天对外声称韩中关系没有异常，而且韩国国家安全室第一次长金泰孝还表示，印太经济框架并不排斥中国。也有日本媒体指出，到目前为止，该框架的具体内容和运作方法很不透明，其前景或面临诸多难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今年11月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由于美国国内供应链混乱、劳动力不足、通胀加剧，民众积怨颇多。在此情况下，拜登能否将足够的政治资本分配给这一经济框架，将面临严峻考验。而更重要的是，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负1.4%，3月通货膨胀率为8.5%，创40年新高。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更是跌跌不休。这个时候，让美国开放市场、削减关税，无异于虎口夺食、与虎谋皮。京都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渡边博明还指出，美国退出 TPP 削弱了日本对印太经济框架稳定性的看法。虽然拜登可能会在执政期间推广他的框架，但不能保证下一任总统会这样做。不过需要警惕的是，与印太经济框架高度关联的经济安全，也是这次拜登亚太行的热词。而且韩日也接受了这种说法。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与拜登会谈时就表示，韩美同盟要顺应经济安全时代环境的进化。经济安全一词最早来自于2017年特朗普总统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报告指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更将经济安全上升到中美制度竞争高度。因此，近年来，美日也在安全战略合作中有意突出经济安全保障。他们把经济安全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词来拉拢、吸引西方的一些盟友，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盟友，用经济安全来拉拢韩国和日本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来保证他们的所谓的经济利益。因为安全是个框，美国呢什么都把东西呢都往这个框里装，你把它泛化，把它政治化，甚至于把它作为抹黑和丑化对手国家、阻止对手发展的一种措施和手段的话，我想经济安全就是失去了它应有的味道，很可能会成为一种经济威胁，是一种不安全因素的新的来源地。对此，日本国立新系大学副教授张元业指出，美日过度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同盟会产生跌入3大自我陷阱的风险。经济安全只能在经济增长和创新中实现，单纯依靠保护和军事同盟，不仅会阻碍正常的经济活动，限制自身发展，还会造成更大的不安全。在此基础上，有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鼓吹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要求的多边伙伴关系，实质是在利用所谓的经济安全，推动区域国家在供应链、基础设施等方面去中国化。亚太应该成为和平发展的高地，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决斗场。企图把亚太阵营化、北约化、冷战化的各种阴谋都不可能得逞。试图拿一个什么框架来孤立中国，最后只会孤立自己。